宝乐园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江爷爷发现姐妹俩已有了想泡澡的想法，因为姐妹俩现在经常往爱宝的饮水盆里坐。江爷爷开始给姐妹俩安排夏日的降温工作。江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的小泳池进行了清洗，然后给小泳池开闸放水，并在里面放置了一根竹子和一根竹笋。泳池准备好后，江爷爷来到房间，准备叫爱宝和姐妹俩出去玩耍。此时姐妹俩正挤在爱宝怀里，可可爱爱的模样，一副想要来爷爷身边但又不敢的样子。可能是爷爷身边有人举着摄像机的原因，姐妹俩心想，园区外面的大炮怎么还跑自己家里来了？姐妹俩就这样依附在妈妈身边玩耍，直到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发现摄像机这里并没有什么能威胁到自己的举动后，才慢慢走上前，近距离观察。等一会儿姐妹俩熟悉了后，姐妹俩便开始调皮的一个劲儿的在镜头前刷存在感。江爷爷陪姐妹俩在房间玩耍了一会儿后，给爱宝和姐妹俩把通道门打开了。爱宝来到园区后，直接走向了室外园区，而姐妹俩出门后就被爷爷引导着来到了小泳池。辉宝这里早就得意这个劲儿了，二话没说一屁股就坐进了小泳池里。而江爷爷这里这久违的玩水感又回来了，上次这样开心的玩水还是3年前陪福宝的时候。而此时的瑞宝就在树上看着这爷孙俩在下面玩，一点也没有想下去的意思。一会儿辉宝带着自己那湿乎乎的身子来到了树上，跟姐姐分享着玩水的快乐。瑞宝一听也来了兴趣，瑞宝爬下小树，开始尝试去水池里玩耍。瑞宝下水的动作有模有样的，人里人气的，动作上小心翼翼的。瑞宝在泳池里泡了一会儿后，从泳池里出来。瑞宝明显是玩开心了，在地上打起了滚。刚才雪白雪白的皮套一下变得脏兮兮起来。姐妹俩今天对泳池的体验很顺利，玩的也很是开心，就是一会儿又要麻烦爷爷了，需要爷爷来给自己擦身子。送爷爷以后，再也不用因为姐妹俩下班不回家而苦恼了，更不用再为此而受苦。截止到今天为止，瑞宝和辉宝已经连续3天自己下班回家了。宋爷爷刚看到瑞宝和辉宝第一次下班回家时，激动的声音이 녀석들 엄마 따라서 처음으로 퇴근했네. 완성. 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感谢爱宝。宋爷爷表示是最近自己的腰不舒服，爱宝感觉出来了，所以帮自己把姐妹俩都带了回来。 송방 허리가 너무 아파서 오늘 아이바오 힘을 빌렸습니다. 잘했어. 고마워 아이바오. 而在今天，就算不是宋爷爷值班，姐妹俩到下班点后也很自然的回了家。当然，这离不开爱宝的努力。瑞宝和辉宝能够自己回家，爱宝是最大的功臣。爱宝现在给姐妹俩带来的威压，直接能给其下指导。现在饲养员们也有在刻意去锻炼爱宝带姐妹俩回家。为此，现在每到下班点时，爷爷亦或是姨母会将通道门一直开着，而通道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则是位于体重秤前通往房间的门，这个门则是处于关闭状态。而现在每次爱宝回家时，发现回房间的通道门没有打开，便会再次返回园区查看是什么原因，以及到奶爸门口询问情况。不过聪明的爱宝很快就明白了奶爸的意思。爱宝发现只有瑞宝和辉宝一起跟自己回去时，奶爸才会开门，于是爱宝就这样被迫接下了带姐妹俩回家的工作。当爱宝喊姐妹俩回家时，辉宝此时依旧想用老办法往树上爬，以为这样妈妈就会和爷爷一样拿自己没办法了。但爱宝可不会像爷爷一样留手，看出辉宝的小心思来后，爱宝立马去阻止辉宝，直接给爬到一半的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这样一来，辉宝也不敢再继续反抗，爱宝连踢带打的给辉宝弄了回去。而这时得病的瑞宝则趁妈妈没注意到自己，快速爬上了小树。爱宝给辉宝拖回去后，回来发现瑞宝已经上树了。就在姨姨们以为爱宝这下拿瑞宝没办法了，下一秒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宝的威慑力太强了，亦或是爱宝在树下跟瑞宝说了什么，只见瑞宝看到妈妈回来了，竟慢慢的从小树上爬了下来，然后快速的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爱宝拿捏姐妹俩确实要比爷爷们轻松许多，而想必有了爱宝的这番教育，以后宋爷爷就不用再上树摘糖了。不愿下班的辉宝又启动自己的小土弓，只见小土豆腿辉宝勾住爷爷的腿，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俊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昨天姐妹俩下班时，辉宝看到圣熙姨母来了，看到圣熙姨母过来，辉宝兴奋地躺在姨母旁边，拉着姨母的手想跟姨母贴贴。圣熙姨母看到后也是满眼笑容，不停地抚摸着辉宝。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突然探出头来，姨母被突然出现的瑞宝给可爱住了。
呼唤着瑞宝到自己身边，也给瑞宝体验一下自己的按摩手法。此时的这一幕正被拿着手机的江爷爷记录着。辉宝看到江爷爷过来，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然而爷爷见辉宝过来，便向后退了一步。看到爷爷动作的辉宝逐渐变得生气，暴脾气的辉宝扭头就把身后的瑞宝给推下了平台。被推到平台下的瑞宝想寻求江爷爷的安慰，却看到爷爷走向另一边，伤心的瑞宝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泣。瑞宝转头走向喜欢自己的姨姨们，瑞宝是懂如何安慰自己的。江爷爷见状赶紧跑过来护住自己种的芋头苗，现在的芋头苗已经没几颗了。不过瑞宝心本不在此，而是在一旁的南天宝上。只见瑞宝将南天宝拽倒的那一刻，江爷爷的面部一下就变得红。瑞宝看到外面的姨姨们正在拍自己，假装擦了擦自己的眼泪，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在姨姨面前卖弄了一番可爱的瑞宝，一会儿又走向了小木床。正在跟姨母玩耍的辉宝看到姐姐瑞宝想要爬上平台，直接转头跑来，又把瑞宝打倒在地。被打倒的瑞宝欲哭无泪，看到江爷爷正在上面，瑞宝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告状。辉宝一眼看穿了姐姐的下一步动作，只见辉宝快步跑到江爷爷身边，还没等靠近爷爷，爷爷就被两小只给挤下了平台。辉宝转头又走向了圣熙姨母，只见辉宝跟姨母在滑梯上玩起了捉迷藏。玩得正开心的辉宝，没想到姨母竟然从滑梯上把自己给拽了下去，气急败坏的辉宝转身往小树跑去。姨母见状赶忙跑过去阻止，看到姨母过来，辉宝直接扑向姨母，结果自己从树上滚了下来，随后起身再次跑向小树，没想到姨母紧跟其后。辉宝这顿操作给圣熙姨母溜得团团转。在一旁看不下去的江爷爷把手机交给姨母后，便亲自来抱辉宝。知道爷爷要抱自己回家的辉宝开始来回乱跑，以此来躲避被江爷爷带回家。不料江爷爷直接从后面把自己拦腰抱起，没有办法的辉宝只好使用自己的左腿术。只见辉宝用自己的小短腿勾住爷爷，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和光棍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呢。即使是这样，我们的辉宝还是没能逃脱被带回家的命运。当宋爷爷没再给瑞宝辉宝制作丰容时，饲养员们就是瑞宝辉宝的丰容。上午，瑞宝辉宝由圣熙阿姨和他们的帅气护卫陪伴，下午由江爷爷接替陪伴。宝家应该是饲养员陪伴最多的熊猫家族之一，而这也或许是宝家成员都比较像人类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每天都有饲养员陪着，陪伴其玩耍。尤其是福宝小时候在独立之前，爷爷们几乎是对其形影不离，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情绪都在慢慢感染着他们。而福宝从小就接受这样的陪伴，表现出来的动作和行为总是人里人气的。同时，爱宝每天还会尽职尽责的对姐妹俩传授大熊猫的本领，这让福宝在人里人气的模样下又不失大熊猫的本性。而现在瑞宝和辉宝意识不好，昨天上午圣熙姨母和瑞宝辉宝的护卫来到园区给姐妹俩录制了一下他们现在的恒牙发育的怎么样了，而想必圣熙阿姨的视角等周一就可以看到了。而瑞宝和辉宝现在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自从前2天被妈妈带着回了次家后，在昨天瑞宝和辉宝又奇迹般的自己回家了。要知道他们的福宝姐姐这么大小时都是需要爷爷用公主抱回家的。不过这次目睹这一画面的是江爷爷，不过这还要感谢爱宝。爱宝下班点到了，本来是爱宝自己先回了家，而此时瑞宝和辉宝还在树上玩耍。等姐妹俩反应过来时，看到妈妈已经回家了，心里变得空落落的。先是瑞宝走上前打算跟上妈妈，此时爱宝刚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瑞宝顺势跟着妈妈回家了。而在小亭子下面的辉宝还在考虑要不要也回去。辉宝迈着试探的小步伐思考着，瑞宝此时在通道里仿佛是在喊妹妹快进来一起回家。不知瑞宝最后说了什么，辉宝真的走了回去。姐妹俩回家后，江爷爷来到园区跟大家解释道，今天姐妹俩下班早了一点，不过乐宝此时还没有下班，本来正在看瑞宝和辉宝的姨姨们，转身来到乐宝这边。乐宝看着突然变多的游客，也是有点受宠若惊。